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在 WSOP 期间参加$1500买入的 Million Maker 手牌讲解。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先讲一下我们今天参加的这场赛事呢，是 B 组，起始筹码是25000。那我是在第一个级别啊，100、200的盲注级别呢就已经上桌了。那在前期呢，其实没有太多有趣的手牌啊，我们有拿到一些还不错的手牌，像是 AK， 像是 QQ， 但是没有太多有趣的手牌状况。有记录了第一手牌发生的状况呢，是在300、600的盲注级别10人桌的状况。首先呢，我在 low 价位，我大约有28000的筹码量，我拿到了一对 K， 黑色的 KK， 加注到1200。bottom 位的玩家呢，他的筹码量是22000，选择了跟注，翻牌是976，两张梅花，底池3900。那我们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我大约会有50%左右的过牌跟下注频率，这个翻牌算是还可以接受的翻牌啊。整体的策略呢，我觉得会是一个混合策略。那我当下选择了下注2000，半个底池。我们有时候会过牌，有的时候会下注，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觉得我的下注的尺寸啊，我可能会选择接近一半，算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策略。对手选择加注到5300，首先我怎么去猜想它的范围啊？我们先讲一下，如果它是价值加注的话，可能手牌会是哪一些？我觉得它会有6-7两对、7-9两对，这是一些两对的手牌组合。当然，它会有所有的3条，有一些玩家他会加注一些炸虎。那我觉得炸虎的首选的话，就是一些2张梅花的手牌啊，同花听牌，或者是说有一些有8的手牌，譬如说 A8同花，或者是8、9、7、8之类的，就是这种带对子或带双头顺的一些听牌。所以我觉得它的整体的范围呢，不管是价值手牌或者是炸虎手牌的比例啊，大概是长这个样子。那我们的手牌范围里面，我认为只要是顶对以上，或者是这种大对子，比如说10以上的大对子，我们应该都很明确的不会弃牌。原因是因为其实这手牌的筹码深度大约只有30个大盲左右，那尤其是在这么多听牌的台面呢，我觉得这些大对子应该都是很明确的领先对方的范围。那差别就是说，我们今天要选择加注还是选择跟注，那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我们要讨论的重点。如果说我们今天是10 JJ 的对子的话，我应该是更高的几率会选择再加注。我觉得对子越大，譬如说 QQ、KK 跟 AA， 觉得可以有的时候跟注，有的时候加注。再加入的话，应该就是 all in 了。那我觉得两个比例都可以是各半，这取决于我认为对手的激进程度啊，或者是整体的一个评估。当下呢，我选择的是直接再加注，就是 all in 的意思。对方很快的就跟注，看到对方的手牌是 QJ 梅花，它有2个高牌带一个同花听牌，所以它只有9个奥兹的同花听牌。这个时候转牌来了一张红桃4，合牌来了一张 J， 这把牌呢，我们就成功的淘汰了这位玩家。再来呢，是在休息时间一结束之后呢，很匆忙的跑回来。这手牌呢，我的摄影机都还没有架好，所以是没有画面的。跟大家讲发生什么状况。这手牌呢是在400、800盲注级别开始的第一手牌，因为我是赶回来的嘛，牌桌上的 bottom 位呢也不在位置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资讯。因为当 bottom 位不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把 CO 位视为是 bottom 位，那当然 hijack 位可以就视为是 CO 位，就是所有人的位置都往后移一格，所以对于所有人的范围呢，我觉得多少都有点影响。什么状况呢 ？low 价位的对手他有14000的筹码量，他选择了平跟；另外一个 high 价位的对手呢，有3万的筹码量，选择加注到2500。我在 CO 位，我拿到了1对10。这个时候有一个决策要做。第一个，我们说 low 价位的平跟范围呢，快速跟大家带过一下。这个时候的 low 价位，我们不会视为是 low 价位，因为少一个玩家，所以我们会视为他在 high 价位能够平跟的手牌，我觉得大约是25%左右，撇除掉一些顶端的范围，因为顶端的范围它应该会直觉的加注，所以呢，原本 high 价位的玩家他加注了2500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他的范围也差不多，大约是20%到25%左右。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的1对10呢，是一个很明确的3次下注啊。为什么呢？假设今天对手在 CO 位加注，我在 bottom 位我拿到1对10，都会3次下注。那我觉得他的情况呢是非常的类似啊。我们2个都算是后卫，其实有一个额外的资讯啊，虽然说不是很重要，
但在这个牌局中，我对上这位玩家的3次下注呢，当下知道有超过4次以上。那我们开局说过了嘛，我们有很多的 AK 啊、QQ 啊，这个时候我记得我对上他，刚好都是他加注，我3次下注，所以其实我们2个人之间有很多的这一些交手的记录，这是一个额外的小资讯。差别就是只有在一些比较边缘的情况下，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差别。所以我当下选择3次下注到7500，然后 low 价位原本平跟的玩家他选择弃牌，high 价位的玩家 all in， 他 all in 就是3万的筹码量，大约是35个大盲左右。当下我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有一些手牌是很明确的，不用想，比如说1对 J 以上的对子跟 AK 40个大盲以内啊，对上中后卫基本上都是不用考虑的手牌。如果我是1对9或是 AQ 的话，会比较边缘一点，会不会跟注就取决于我认为对手全下的范围。那我们先想一下，对手能够全下的范围是哪些手牌？我认为99以上的对子跟 AQ 这个 high 价位的玩家，他都可以 all in， 这是非常合理的 all in 范围。根据这样子的范围呢，我觉得我最宽的范围可以继续的人也是99跟 Ace Queen，99跟 Ace Queen 算是一个最底端的范围，所以我觉得就很看人跟很边缘。我觉得10算是一个还蛮简单的 all in， 然后 JJ 以上的对子跟 AK 是不用考虑的，所以我选择了跟注。看到 high 价位的手牌呢是1对 K， 翻牌是852，转牌来了一张10。非常好，我们中了3条10，然后合牌来一张 J， 我们成功的淘汰这位玩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至今我赢得超过1.4亿台币的奖金，获得过2条 WSOP 冠军金手链，更荣获 GPI 亚洲第1的头衔。我在这10年的锦标赛经验中发现，最明显能区分一位玩家厉害与否的要素，就是翻牌前的策略。所以欢迎大家加入我的课程，像职业玩家一样，做出完美的翻牌前决策吧。下一手牌呢是一个蛮有趣的状况，400、800 10人桌 UTG+2的玩家，他有33000的筹码量，加注到1800。这个时候呢，弃牌到我在大盲位，我有10万的筹码量，我拿到了 Q9 不同花，非常轻松的跟注。翻牌是855彩虹面，底池4800，我选择过牌。这位玩家非常快速的持续下注1600。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对方在10人桌的 UTG+2，我认为他有5的组合，可能只有 A5 同花。如果说他玩的是一个预设范围的话，当然他会有一些大对子。以整体的范围来说，其实在这个叠牌面，在这个比较低的翻牌，他不应该这么高频率的持续下注。那我觉得这也是大部分的玩家的一个常见的状况，就是他有一个过高的持续下注频率。那我们怎么去惩罚这种对手呢？我们就是有高频率的，不管是跟注或者是再加注。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的对手对于加注的抵抗是不够多的。譬如说他有10J 同花，有后门花的组合，带高牌的组合，基本上都是要跟注。但我认为大部分的玩家并不会。我觉得我的 Q9 不同花虽然说不是一个预设加注的手牌组合，拿来加注在这个情况下是可以接受的。Q9 如果不适合拿来加注，那我们预设的加注手牌合理的是哪一些？我们就直觉有一个直接的听牌，比如说67双头顺，或者是46、97、69这种卡顺的，我觉得也是潜在可以接受的组合。尤其是带有后门同花听牌的，那我觉得是更好。那如果说真的要再选的话，可能有一些90同花、9J 同花、10J 同花，代表说它有更多的转牌是双头顺或者是卡顺，带有高牌的听牌。觉得这样的手牌呢，也是符合这样的逻辑。Q9 差了一点因为 Q9 必须要开10或者开 J 才有卡顺。虽然说我们有2个高牌，以整体的加注的手牌选择，我觉得大概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一些。对方下注1600，我选择加注到了4000，他又很快的跟注。他如果是 A8或是99以上的大对子，我觉得他都可能再想一下要不要加注。对方跟注的话，比较像是一些高牌，当然我也不确定嘛，你不知道对方会不会有对子，你选择跟注。不管怎么样，对方跟注看到了转牌是一张7，底池12800，变成是5587。这时候我们 Q9 有一个卡顺，我要选择过牌或者选择下注，2个都可以。当下我觉得，如果我要高频率的下注的话，我可能会希望是我有6的组合，因为6是双头顺嘛，频率比较高，高频率的下注是比较合理的。那频率比较低的手牌呢，就会比较低频率的下注，这符合德州扑克最基本的一个逻辑。当下选择过牌，他也选择过牌，非常好。基本上我认为他有99以上的对子，应该都不会过牌。合牌来一张10，我觉得这张10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如果说我今天假设我会有 Q9，我很有可能会有 J9 同花非常的合理。如果翻牌是69同花或者不同花的卡顺加注的话，我有可能转牌会过牌，然后合牌选择价值下注。其实我有一些顺子的阻挡牌，然后我有一些顺子的
的组合，当然我也会有 full house 跟3条的组合，所以我觉得合牌的炸胡呢，以我当下的手牌呢是必须要的。对方的筹码量剩下2万9，底池12800，不啰嗦，我们就直接 all in。我有 full house， 我有顺子，我都会直接 all in，至少有一部分的频率会。他开始在想，他想之后呢，他选择了弃牌，好，所以我们就成功炸胡了这一手牌。下一手牌呢，也是一个大盲抵抗的一个状况啊。这手牌呢是在800、1600盲注级别9人桌的状况 ，UTG 加2有10万的筹码量，选择加注到了3200。我在大盲位，我有12万的筹码量，我拿到了 AJ 黑桃，选择跟注。我觉得对上中后卫应该都只会跟注啊。单挑底池翻牌是 Q19，3张红桃，所以是一个同花的牌面。我选择过牌，对方选择了持续下注3200。我们这边的话有一个双头顺的听牌，但是没有红桃，应该都只会考虑跟注，不会考虑加注。预设策略很明确，选择跟注。转牌来了一张不同花的6，底池15200，我过牌，他也选择过牌。合牌来了一张不同花的 A， 对，我们中了一个合牌的顶对。我要么就选择过牌，要么就选择下注。我的范围里面应该有很多牌都会选择过牌啊。我们只要合牌没有中 A， 如果我们是一些比较弱的中对或顶对，比方说 Q 的对子或者是10的对子，应该都只会过牌。那如果说是一些 A 的话，我就可以考虑下注。根据对方的位置跟这个牌面呢，我觉得如果我要下注的话，可能只会下小注。那我觉得这2个都可以。当下选择下注5500，大概就是接近1/3左右。UTG 加2的玩家想了一下之后呢，他跟注开牌，他看到我的牌之后呢，他就选择弃牌，所以我就赢下了一个底池。同时呢，我们在这一天就结束了第1天的赛事。以上就是我们在 WSOP 期间参加的$1500报名费 Million Maker 第1天的手牌讲解。如果你对于我们这支影片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如果说你想要问我手牌的话，欢迎到我们的 DC 手牌投稿区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我是小 P，大家拜拜。